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2023年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上映，电影里提到了一个天文学名词氦闪。您可能会问，什么是氦闪呢？氦闪是指太阳进入主序星的末期时，太阳内参加和聚变的氢基本上已经全部聚变成氦，此时太阳的核心开始收缩，并形成氦核。收缩释放的引力使核心及周围升温。在这种情况下，外层的氢会向内进入温度密度更高的内部，这就会点燃氦核外一定区域本来不应该被点燃的氢。这个过程叫氢壳层燃烧。氢壳层燃烧是个非常剧烈而且增长很快的过程，它产生的辐射压就会把太阳的外壳层给吹起来。这时候太阳的外层就会迅速膨胀，太阳就会由一颗黄矮星变成红巨星。变成红巨星的太阳的体积会变得非常大，它的半径会扩大大约200倍。红巨星太阳会直接吞没金星，甚至是地球。这个过程就是氦闪。氦闪虽然很可怕，但这种事大约是50亿年以后的事情了。到那时，人类到底怎么样了还不好说呢。我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件将在大约9800年以后发生的事，它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可能比所谓的氦闪要大些。要想了解这件9800年以后发生的事，咱们还要从头说起。1857年12月16日，爱德华·爱默生·巴纳德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巴纳德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伊丽莎白·巴纳德独立抚养的。由于家境贫困，巴纳德没有受过什么正统教育。巴纳德最早的兴趣是摄影，在他9岁那年就成了一位摄影师的助手。后来，巴纳德对天文学产生兴趣。1876年，他购买了一台5英寸口径的折射式望远镜，并用这架望远镜在1881年发现他的第一颗彗星。再后来，巴纳德还使用这架望远镜发现了其他7个彗星。在1880年代，有一位商人自掏腰包赠予每颗新彗星的发现者200美元的奖金。巴纳德就用这1600美元为自己和妻子盖了自己的房子。那时，维尔的天文爱好者们还为他筹集了一笔奖学金，使他能到范德堡大学就读。所以，当巴纳德大学毕业的时候，已经30岁了。毕业后，巴纳德先是受聘于利克天文台。1895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天文学教授，因此有机会使用叶凯士天文台的40英寸折射式望远镜。1916年，巴纳德在舍夫座贝泽星附近发现了一颗拥有巨大自行的恒星。这颗恒星是一颗艾翁星恒星，也就是红矮星。它的半径只有太阳的20%，质量只有太阳的14%，仅比成为红矮星的最低标准，太阳质量的8%大一点。这颗恒星现在离太阳只有5.98光年，它是除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外，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后人为了纪念巴纳德，就把这颗恒星命名为巴纳德星。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和巴纳德星距离太阳系的情况。左侧位于4光年半径的圆外一点的大黄点和小红点，表示的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右上方位于6光年半径的圆上的小红点，表示的就是巴纳德星。大家可能会奇怪，我在介绍这颗巴纳德星时说它是一颗拥有巨大自行的恒星，这里的自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天文学家把恒星的运动分解为2个不同方向上的分量：视向速度和切向速度。视向速度表示恒星是在靠近还是在远离我们，单位是公里每秒。切向速度表示的是恒星垂直于我们视线的运动，单位是角秒每年。恒星的切向速度在天球上投影的变化就是恒星的自行，也就是恒星在天空中相对位置的变化。自行的测量单位通常是角秒每年。巴纳德星是目前所有已知恒星中自行最大的，它每年以10.3角秒的速度移动。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自行速度，巴纳德星也被称为巴纳德逃亡之星。然而，一切还不止于此。巴纳德星相对我们不仅存在自行，它与我们之间还存在着视向速度。事实上，它正在向我们靠近。通过对巴纳德星光谱的观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天文学家观测到了巴纳德星光谱的蓝移。我们知道，当被观测物体的光谱红移的时候，表示该物体正在远离我们。那么，当光谱蓝移时，就是表示它离我们越来越近。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巴纳德星目前正在以大约每秒140公里的速度朝太阳系飞奔而来，这大约相当于每小时50万公里的速度。看到这，大家会不会非常担心？万一这个巴纳德星撞入太阳系，会不会把太阳系毁了？在这点上，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心。就目前的观测而言，巴纳德星的运行轨迹与太阳存在着一定的夹角。天文学家根据巴纳德星朝向太阳移动的速度，推算出它大约将在9800年后最接近太阳，届时它距离太阳系3.75光年，之后它又将稳定的远离太阳了。不过，即使是在巴纳德星离太阳系最近的时候，比邻星依然是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从2万年前到8万年后，几颗离太阳比较近的恒星与太阳的距离变化情况。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大约9800年后，比邻星仍然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从这张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大约32000年后直到43000年，拉夏248星将接替比邻星，成为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拉萨248星离太阳最近的时候发生在36000年后，那时拉萨248星与太阳的距离只有3.02光年。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巴纳德星、奥斯248星和格里兹445星，这些恒星或者说这些恒星系统与太阳系接近，它们的引力是有可能影响太阳系内的天体的正常运行的。但这些都是几千几万年以后的事情了，相信那时人类的科技肯定早已能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威胁肯定比50亿年以后的氦闪来得更紧迫些，所以我总觉得《流浪地球》里让地球去流浪的设定实在是有点牵强。更何况，真到了太阳发生氦闪的时候，半人马座阿尔法3星中的 A 星和 B 星的寿命也差不多会到尽头了。其中的 A 星因为质量较大，甚至会比太阳更早进入红巨星的阶段。到那时，哪边向哪边流浪还不好说呢。2018年11月14日，由欧洲南方天文台和卡内基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天文学家组成的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布了他们在巴纳德星周围的宜居带上发现行星的论文。这颗行星被命名为巴纳德星 B， 它的半径大约是地球的 1.37 倍，质量是地球的 3.25 倍。它距离母星巴纳德星约 0.4 个天文单位，也就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40%。这个距离和水星与太阳的距离差不多，它的公转周期大约是233天，和金星的公转周期差不多。但由于巴纳德星是一颗红矮星，表面温度很低，只有大约3000摄氏度，所以尽管巴纳德星 B 离巴纳德星很近，但行星表面温度却依然很低，它的表面温度可能只有零下170摄氏度。这个条件比我在我的节目告诉你真实的三体星里介绍的比邻星的行星比邻星 B 的条件还要恶劣些，所以在巴纳德星 B 上存在高等生命的可能性不大。但巴纳德星对比比邻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可能不像比邻星那样会经常爆发耀斑。巴纳德星的年龄介于70亿至120亿年之间，不仅比太阳和比邻星古老，天文学家还认为它可能是银河系中最古老的恒星之一。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自转能力。它的光度周期变化显示，巴纳德星自转一周需要130天，相较之下，太阳只需要25天。因此，天文学家预计，巴纳德星的活动要远没有太阳和比邻星那么剧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倒是可以成为未来人类殖民外恒星系的备选地。不过，1998年，天文学家观测到巴纳德星的一次强烈的耀斑，这个耀斑的持续时间超过了130天，期间耀斑的温度高达8000K。
超过这颗恒星正常温度的2倍。这个耀斑令天文学家大感意外，因为天文学家没有预期到这种年龄的恒星会有如此强烈的活动。他们相信这种现象来自于强烈的磁场导致对流层内被压抑的等离子突然爆发。耀斑这种恒星活动现象让巴纳德星成为天文学家研究和了解同类恒星的主要观测目标。研究这些对于分析 M 型恒星的耀斑、恒星风和等离子抛射等事件，对其宜居带上的行星是否可能存在生命有重要意义，也对这些行星是否适合未来人类移民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巴纳德星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儿，正好可以在这儿和大家聊一聊。我在前面提到，天文学家在2018年发现了巴纳德星的行星巴纳德星 B。其实早在1969年，荷兰天文学家彼得·范德坎普通过长期对巴纳德星的观测，就发表论文提出，该恒星存在2颗行星，这2颗行星都是体积巨大的类木气体行星，其中一颗的质量是木星的 1.1 倍，另一颗的质量是木星的 80%。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范德坎普的说法被多数天文学家接受，但其实直到现在，这种说法也未得到证实。英国星际学会在1973年至1978年间曾极力倡导一个使用太空船对临近太阳系的恒星展开探测的研究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戴达罗斯计划。戴达罗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在传说中，他将羽毛和蜡融合在一起，制作了一个人工翅膀，并想借助这双翅膀飞向太阳。该计划要求在50年内对临近太阳系的某恒星系统展开无人探测。巴纳德星由于离太阳近，自行大，而且还是红矮星，特别是受到当时成为主流的范德坎普关于巴纳德星有2颗行星观点的影响，成为戴达罗斯计划的首选探测目标。为实现该计划，人们还专门设计了戴达罗斯火箭。戴达罗斯火箭是一个核聚变动力的2级火箭，初始质量达到了54000吨，其中包括了5万吨的核燃料以及500吨有效载荷。大家看到屏幕中红线以下的部分就是火箭的1级，红线以上的部分就是火箭的2级。飞船位于火箭的顶部。火箭的核动力发动机原理很简单，就是使用氢弹爆炸产生的推力来推动飞船前进。1级火箭的核发动机将消耗46000吨核燃料，工作2.05年，把火箭加速至光速的 7.1%， 然后实施1、2级分离。分离后，2级火箭的核发动机会继续工作 1.76年，消耗4000吨核燃料，将火箭的速度加速到光速的 12%。火箭进入为期46年的巡航飞行阶段。到这可能有朋友已经注意到了，不对呀，没有减速所需的燃料了。按这个 12% 的光速接近巴纳德星，火箭完全没有办法在巴纳德星系里停下来展开探测啊。您说的没错，的确没有减速所需的燃料了。如果考虑减速，就算火箭在出发时的质量达到20万吨也不够啊。所以，火箭携带了18个人工智能控制的自动探测器。这些探测器在接近巴纳德星前的 7.2 年到 1.8 年内发射出去。这些探测器同样也没有减速所需燃料。但是每一个探测器的会携带一种磁帆，这个磁帆应该就类似于我在前面几期节目里多次提到的辐射帆或太阳帆。它们可以利用恒星太阳风和磁场来进行制动，从而无需携带减速燃料也能够降低自身的速度，并且这种磁帆不但可以用来减速制动，也可以用来加速，这样可以方便在巴纳德星的不同行星之间进行穿梭移动。除了这18个自动探测器外，火箭的有效载荷中还有2个直径5米的光学望远镜，以及2个直径20米的射电望远镜，可以用来观测巴纳德星。这些望远镜会在飞行25年后被自动开启，并对巴纳德星进行持续的观测。为了保护这些有效载荷不被星际物质所损毁，火箭会向飞行方向的前方200公里的地方发射一些人工粒子云。人工粒子云和火箭一起飞行，
这些粒子云能够提前将一些较大的星际物质摧毁掉，以免这些较大的物质撞击火箭。此外，因为戴达罗斯计划的时间周期长达50年，飞行过程中火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当时的科学家们还设想要携带一些自动维修机器人，以便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自动修复火箭上的故障。这个计划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的疯狂，遥不可及。如果1973年戴达罗斯火箭发射的话，那么现在到了2024年，也50多年了。这个时候，戴达罗斯火箭应该已经抵达巴纳德星了。可惜，在我们的现实中，戴达罗斯计划中的一系列异想天开的技术，即便是到现在，大部分还是连影子都没有。唯一实现的，好像也就是能够维修火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吧。虽然戴达罗斯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是这个计划依然能够激励着人类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去追求星辰大海。好了，有关巴纳德星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还想多说几句。到今年3月底，人们已经发现了5653颗系外行星，在它们当中，超过30%都属于超级地球，也就是质量在1倍到10倍地球质量之间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很多都处于其母星的宜居带上，所以我们的地球、太阳系并不是宇宙中的特例，在银河系，在宇宙中，像太阳系这样的恒星系统一定还有很多。在那些星球上，是否也存在着像我们一样的文明世界呢？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发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不知道您看了这期节目后有什么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